你有没有遇到过十分嚣张的人？你仔细想想，他嚣张的底气到底是什么？是智商比你高，还是实力比你强？其实都不是。他敢这么狂，往往只有一个现实的原因，他吃准了你根本干不到他，所以他能够肆无忌惮的嚣张。他甚至会跟身边的人说：“你看对面多怂。”遇到这种把狂妄写在脸上的人，你该怎么办？真正的高手面对这种人，只会做一件事，想尽一切办法越过那条他自以为绝对安全的边界，然后给他一巴掌。物理伤害可以不高，但侮辱性必须极强。就在这巴掌落下的瞬间，他那个你绝对干不到我的心理防线会瞬间崩塌，而一个狂徒在极度的恐慌和屈辱下就会丧失理智，言出昏招。1942年的日本就是那个躲在太平洋背后狂到没边的恶霸。日本的高层之所以敢喊出1亿玉碎，就是因为碎不到他。当他们有一天发现真的会碎在自己头上时，他们会比谁都怂。把时间拨回1941年的夏天，当时的罗斯福对内，美国的老百姓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孤立主义的大床上，大家觉得咱们东西两边都有大洋守着，那是绝对安全的护城河。欧洲打成一锅粥，关我们什么事？谁提议参战，谁就是在让美国小伙子去送死。对外那个狂妄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已经一脚踹开了苏联的大门。当时全美最顶级的军事专家、情报局长，甚至连英国首相丘吉尔手下的幕僚，都给出了一个极其悲观的死刑判决，最多6个星期，苏联就会彻底崩盘。但罗斯福之所以是顶级操盘手，就在于他的逆向思维。坐在轮椅上的他看着地图，脑子里算的是一笔极其通透的生死账。他太清楚了，大西洋根本不是什么绝对的安全线。一旦英国和苏联这2个挡箭牌倒下，法西斯的刀尖迟早会顶到美国人的嗓子眼上。于是他力排众议，强行推动了租借法案。他开始源源不断地把飞机、坦克、大炮、肉罐头都运给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现在有许多美国人天天在骂罗斯福，说他当年就不该去援助苏联。只有罗斯福自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凡打嘴炮的，做个时光穿梭机，直面德国的钢铁洪流，就知道什么叫做绝望的感觉。整个欧洲战场，光是苏联就扛下了80%德国陆军的猛烈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士兵平均存活时间不到24小时，德军及其盟军损失约85万人，苏军损失约113万人，整座城市化为废墟。列宁格勒围城战，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强的围城战之一，城内居民靠每日125克面包维持生命。巴巴罗萨行动头5个月，苏军损失超过300万人，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在当时的欧洲战争，哪个国家有这种意志，顶住如此猛烈的进攻？因此，美国对苏联的援助不是在救苏联，而是在救自己。这是一场悲剧性的、相互依存的残酷博弈。而罗斯福的这笔风险投资，仅仅只解决了欧洲的麻烦。1941年底，深陷亚洲泥潭的日本帝国终于急眼了，他们悍然发动了珍珠港事件，把战火直接烧到了美国人的头上。面对这种骑在脖子上拉屎的狂徒，当时的美国国内群情激愤，所有人都要求立刻组织主力舰队去太平洋上跟日本人大决战。但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做出十分反常的决定。宣战前他喊得最大声，宣战后反而稳如老狗。他没有被民众的愤怒裹挟，更没有按照敌人的剧本去拼消耗。罗斯福很清楚，面对这么一个外强中干的赌徒，你只需要在他引以为傲的脸上留下一个极其刺眼的巴掌印。1942年4月，16架 B-25轰炸机在极其勉强的条件下，从大洋深处的航母上艰难起飞。他们越过了那条日本人自以为绝对不可逾越的安全线，直扑东京。这场被称为杜立德空袭的行动，他们甚至连机尾的重机枪都拆了，插上了2根涂黑的扫把把手当做伪装，只为了能多装几十加仑的燃油。舍弃一切防御，抛弃一切退路，只为把那记耳光结结实实地扇在狂徒的脸上。1942年4月18日，舰队在距离日本还有足足1200公里的海面上，提前被日本的巡逻渔船发现了。为了保全航母不被日本主力舰队围歼，美军必须立刻撤退。摆在杜立德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要么把这些重型轰炸机直接推下海，要么在狂风巨浪中提前400公里强行起飞。提前起飞意味着燃油在返航时不够撑到中国，生还概率几乎归零。但在那种绝境下，16架 B-25轰炸机没有一架退缩，投在汹涌的海浪中，奇迹般的接连升空，直扑东京。几个小时后，这16架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飞越了日本皇居的上空，把炸弹扔进了日本的首都。但仅仅炸毁了90栋普通的木头房子，连日本军工厂的一根核心履带都没炸断。对于日本炸珍珠港来说简直是刮痧，但这对罗斯福来说足够。就在炸弹落下的那一秒，整个大日本帝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高高在上的东条英机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做出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决定，就是后来的中途岛大战，他们违背了所有的军事常识，连情报都没摸透，就急不可耐的把日本最后的海上家底全部压上了赌桌。短短几分钟内，日本最精锐的4艘主力航空母舰被炸成了海面上的4团超级火球，统统沉入海底。东条英机之所以害怕，是因为平时给底下的人整天喊玉碎，这是因为碎不到他。东条英机和日本军部能在国内拥有绝对的权利，全靠他们对日本国民吹下的牛。什么最优秀的民族，深知后代，大日本帝国海陆军天下无敌。
太平洋是一道绝对的安全屏障，敌人连日本本土的一根毛都碰不到。但这16架美国的轰炸机一来，就像当着全日本老百姓的面，狠狠抽了东条英机一个大嘴巴。原来神之后代，扇两巴掌过去也会倒地。一旦谎言破产，国民的恐慌情绪就会蔓延，东条英机的政治基本盘就会瞬间雪崩。他怕的不是死人，他怕的是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被这几颗炸弹彻底炸碎了。在这场空袭中，有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杜立德的轰炸机编队是大摇大摆地从日本皇居上空飞过去的。在当时的日本，天皇就是活着的神。如果那天美国飞行员的手稍微抖一下，把炸弹扔进了皇居，天皇一旦被炸死或者受惊，按照日本军部的规矩，东条英机和海军大将山本56唯一的下场就是立刻切腹谢罪。东条英机平时跟底下的人喊喊欲碎无所谓，但真正要碎自己时是万万不能碎。像日本军部的高层其实都非常清楚，所谓的天皇根本不是神，就是一个宅男。法西斯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每天都在喊着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东西，外部装的比谁都勇猛，但比谁都懦弱。希特勒一样，东条英机也一样。首先，东条英机他让别人的儿子去把炸药包装军舰，却把自己的3个儿子安安稳稳地会在伪满洲国的办公室里三零财阀的图纸桌前。就连后来接受全世界审判时，当法官问他发动的战争造成的数千万亡灵时，他连正面回答的勇气都没有，他疯狂地推脱狡辩，把所有的罪责推卸给别人，懦弱至极。而希特勒是更懦弱，当1945年苏联的钢铁洪流真的推到柏林城下，他没有像他要求士兵那样拿着步枪冲上街头去捍卫他的帝国，他像一只吓破胆的老鼠，死死地龟缩在坚固的地下堡垒里。他甚至下达了极其疯狂的尼禄指令，要炸毁德国所有的工厂、桥梁和水坝，因为他觉得既然自己要完蛋了，那整个德国的老百姓就只配给他陪葬。但在最后一刻，当苏联红军的皮靴声已经在地下室头顶响起时，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连推开门面对全世界审判的勇气都没有。他极其懦弱地吞下毒药，饮弹自尽，甚至还要吩咐手下把自己的尸体烧成灰。他宁可变成一把灰，也不敢像个男人一样去面对全世界的审判。他自私地把一个彻底烂透的摊子和无尽的屈辱留给了那些曾经为他狂热的普通老百姓。极其狂妄的外表永远是为了掩饰怯懦的内心。罗斯福冷静地看穿了这帮人的底色，对付这种色厉内荏的懦夫，绝对不能顺着他们的狂热去拼消耗，只需要越过那条安全线，让这帮大人物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当退无可退时，他们自己就会精神崩溃，满盘皆输。什么是真正的勇气？2000多年前，齐宣王也问过孟子类似的问题。齐宣王说：“我喜欢勇武。”孟子说：“那是匹夫之勇，就是遇到事了按不住火气，拔出剑来大喊大叫，怒目圆睁地说：我要跟你拼了。”在孟子的眼里看来，真正的勇气应该是这样的：看到有一个暴君在天下横行霸道，祸害苍生，真正的王者会把这视为一种奇耻大辱，必须挺身而出灭了他。王者发怒是为了遏制暴，是为了惩罚罪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如果你是为了保护苍生而战，你越勇敢，老百姓越拥护你，就怕你不够勇敢。孟子曾经告诉他的学生，反躬自问，如果理不直，义不正，即使对方是地位低微的平民，我岂能不感到惶恐敬畏？反躬自问，如果理直气壮，正义在我，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1945年的希特勒和站在审判台上的东条英机，当历史真正需要他们展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个人担当，去为自己的疯狂买单时，他们极其怯懦地退缩了。他们躲在地下室里，躲在权力的高墙后。勇气绝对不是张牙舞爪，真正的勇气往往是极其安静的，安静到了甚至让人觉得畏惧，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叫做义。它很奇怪，也很矛盾。他在菜单前为了一角钱锱铢必较，却面对巨额的不义之财嗤之以鼻。他总爱抱怨生活太难，日子过得紧巴，却在他人落难时毫不犹豫地掏口袋。他在公司里是个逢人弯腰，生怕惹事的受气包，却为了替同事解围，敢红着眼跟老板拍桌子。他出门倒个垃圾都要精致打扮半小时，却在暴雨中弄脏了最贵的白裙，帮陌生人推那辆熄火的破面包车。但双腿彻底瘫痪，连自己站都站不起来，却极其强硬地扛起了整个世界的未来。他出身于最顶级的豪门，却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拼尽一生为最底层的穷人争夺面包与尊严。义这种东西无处不在，极其浩大，极其刚强，但它又极其微弱，有时又会若有若无，往往在于你的选择。